佩林，这么巧在这里遇到你们。你不是去英国读书了吗？是啊，不过正好放假，就跟我女朋友回来看爸爸妈妈。给你们介绍，我女朋友 Mary。Hello。嗨。我们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认识的。他是我男朋友彭俊才，刚从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毕业回来。你好，我叫蓝仲邦。蓝仲邦，那你女朋友是真正的邦女郎了。我们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呢，已经常被同学取笑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们就快结婚了，到时候寄张帖子给你们。这么巧啊！我跟俊才也快订婚了。哦，恭喜你们啊！碧玲，你不是想先订婚再去新加坡工作吗？我怎么会不答应呢？你们为碧玲安排亲事，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奶奶，小希，我是大姐，这些事我跟奶奶做主就行了。我知道你打算向彭公的银行申请贷款，所以才那么卖力拉拢这门亲事。哇，你别说的我在卖妹妹似的。俊才是个好男孩，奶奶见过他，也对他赞不绝口。是啊，很好，俊才一表人才，而且很关心老人家。一定要碧玲自己喜欢才行。碧玲，我知道大姐安排你跟彭俊才订婚，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可以跟我说。不用说了，大姐，我决定跟俊才结婚。真的？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婚礼的事，大姐你帮我筹备。我很累，想去休息。是他自愿的，我没有逼他。三小姐，听说你就快订婚了，恭喜你啊！恭喜你，三小姐！恭喜你，三小姐！谢谢你们，三小姐啊，你就好了，找到如意郎君。嘿，大妹，你很羡慕吗？当然羡慕了，三小姐的未婚夫是银行大班的儿子，听说还很英俊呢。怎么样，搞定了没有？啊，看看，哇，看看，哇，好漂亮啊！你将来呀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不要再说了，外面很多客人在等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的项链呢？怎么这么大一呀？忘记带啊？我帮你带。这个扣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不是吧？看看，哎呀，扣坏了。没有关系，戴不戴都无所谓。当然不行了，你是朱家三小姐嘛，没条珠链带成何体统呢？哎，只是小问题，我打电话到店里叫伙计拿个扣来换就行了。你等我一下啊。怎么了，碧玲？今天是你订婚的大日子，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？是吗？可能是我有点紧张。你坦白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不想嫁俊才？二姐，如果你是真心喜欢一个人，在出嫁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充满喜悦，很开心地接受每个人的祝福。但今天我完全没看到你发自内心的效果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喜欢的那个人要跟别人结婚了。你说中邦？原来他回了香港了，还跟他女朋友一起。他们在英国认识的，他还亲口告诉我，他们就快结婚了。就因为这样，你不甘心，所以就决定跟俊才订婚。仔细想想，俊才也没什么不好，起码他对我很专一。但是你跟他没有感情。大姐不是说过吗？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就像大姐跟大姐夫一样吗？你觉得大姐跟大姐夫真的过得很开心吗？结婚是需要两情相悦。我跟你二姐夫在一起的日子虽然很短，当年我们结婚还遭到两家强烈反对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因为我跟子辉都很爱对方。即使到了今天他不在我身边，
我仍然很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。你勉强嫁给一个你不喜欢的人，这样对俊才也很不公平。趁还有机会回头，你好好想清楚，要不然将来就会后悔莫及了。你跟碧林说什么？什么后悔莫及呀？没什么，我先出去了。碧霞，你又想怎么样？我问你想怎么样才对。今天你妹妹订婚，你身为姐姐的，不但不替她高兴，还在这里兴风作浪，你什么居心呢？别有居心的人是你，你为了自己才撮合这门亲事，这摆明就是一段政治婚姻。俊才有什么不好？人家是大学生，人品也好，家世也好，长得也帅，而且对碧林更是一心一意啊。碧林不喜欢，他再好也没用。如果他不喜欢，怎么会答应这门亲事？这就要问问你跟姐夫做过什么了。碧林跟中邦明明已经没有来往，怎么这么巧，中邦回来让他遇到，知道他就快结婚。香港有多大，凑巧遇到不稀奇呀。如果真是凑巧就最好了，最怕的是有人存心不良，千方百计设个套，让碧林死心，然后使他答应这门亲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只知道我最疼这个妹妹，这个老公是我帮她选的，人家口口声声说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，当年你已经选了，也不见得你很幸福。怎么样啊？碧林还没好啊？客人等的心很急啊。等旭仔拿扣来就行了。不要紧，人生大事，女人一定很紧张，一定要打扮得最漂亮见人。再等一会儿吧。碧云，不要等了，只是一条项链嘛，等拿来的时候再戴吧。是啊，要是怠慢了客人就不好了。我马上叫他出来。趁还有机会回头，你好好想清楚，要不然将来就会后悔莫及了。二姐说的对，我不能让自己后悔。碧林，客人都在等你呢，快一点。碧林，碧林，碧云，什么事？碧林走了。三小姐，我拿了扣来给你了。别说了，快掉头走啊！掉头走。啊，三小姐！碧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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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走啊！你满意了？现在碧林走了，碧林只是选择她想走的路，没有错。你们两个别吵了。碧林一直都很听我的话，不会逆我意思，肯定是你怂恿她。我只是不要碧林像你这样，嫁一个自己不爱的人，毁她一辈子的幸福。你，彭公，真对不起，我看今天的订婚仪式要取消。取消？为什么？因为其实碧林他的意思是说，今天的订婚仪式取消。俊才，碧林呢，她突然之间觉得不舒服，所以呢，我们派人送她回家了。至于婚礼，要压后呢。他哪不舒服？哦，只是小毛病，你放心，我已经通知医生去看他了。我想看看他。俊才，今天你就让他休息一下，何况这么多宾客都来了，我们身为主人家走还不太好。你让他休息好了之后再去看他。祥兴啊，那你跟他们向宾客解释一下，我跟碧霞回去看他。麻烦带我们两个人问候碧林。彭公啊，今天真是对不起。有没有见过他？哦，谢谢。也没有，那怎么办？耀生、飞书跟碧林所有的同学都没有见过他。你说他跑到哪儿去了呢？都是你呀，缩摆妹妹，学人逃婚，离家出走。我没叫她走，
我只是叫她想清楚，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，是不是真的会幸福？现在不是怄气的时候，最重要是尽快找到碧林。啊，这样吧，报警，叫警察帮忙找。当然不行了，我跟彭公说碧林不舒服嘛，要是报警就穿帮了。如果我们不尽快找到碧林的话，这个黄花早晚会穿帮。碧林还是黄花大闺女啊，要是让彭公知道她跟旭仔跑走的话，孤男寡女，哎，不敢想象。水根哥，今晚我会留在这里照顾珍珠爸，你可以先回家啊？是不是真的？那我回去陪老婆了。我走了。再见。三小姐，她走了。周旭仔啊，这里好腥啊！三小姐，这里是养猪场啊，你待不惯这种地方，当然觉得腥了。其实三小姐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干脆我送你回家好不好？你知道晚就好了，我一整天没吃过东西，快点拿东西给我吃。但是这里没有东西吃啊。这样吧，我看能不能钓到鱼，你进屋去休息一下吧。快一点啊！你干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想你出来那么久了，大小姐他们一定很担心你，我想打电话通知他们。你这样就找人来抓我了？不是，我是怕他们担心你啊。混蛋，你出卖我！我没有啊。不过其实你出来那么久了，也应该回去了，三小姐。你还说去死吧！这个呢，就是你出卖本小姐的后果了。我没有。这鱼味道很大。没办法，这里什么佐料都没有。你是千金小姐，当然吃不惯这些东西了。我只是说鱼味道很淡，我又没说鱼不好吃。其实吃起来也挺香的。三小姐，其实你不想听的我也要说，你就这么跑出来也不是办法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我都说了不回去了，我一回去啊，大姐就会逼我嫁人的。那你爸爸妈妈不在，婚姻大事当然是大小姐做主了，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呢？哼，你是非书不管好坏，逼你娶个老婆回来，还是个大马脸、五短身材、朝天鼻，看你怎么办。那我既没钱又没本事，要是这样还有女人不嫌弃我，愿意嫁给我，是我的福气啊！哼，我懒得再跟你说。喂，你别这么喝啊，这么喝很容易醉的。还给我！喂，你以为你喝过之后，我不会再拿一瓶自己喝吗？喂，还给我！这是最后一瓶了。喂，你留一口给我啊！没有了。你怎么这么能喝啊？你真的认为碧林跟旭仔躲在这里呀？你是不是乱蒙的？飞叔说啊，那个旭仔回来香港没多久，身上没什么钱，他不躲在这里能上哪儿去？他情愿躲在这儿也不回家，不知道傻丫头在想什么。碧林，大姐，你还跑？哼，你！碧云，别这么冲动。好，我不跟你计较，快跟我回去，走。看回去怎么跟彭公解释嘛？我不回去，我不要嫁给彭蠢才了。你不嫁给他，嫁给谁呀？要是让彭家知道，很严重的。如果你真的让我嫁的话，我就嫁给周旭仔。我坦白告诉你们，其实我喜欢旭仔很久了。不可能的，你怎么会喜欢旭仔呢？难道你们忘了吗？那次我为威廉斯公爵做婚纱，我就在店里过夜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喜欢他了。就算是真的，我也不赞成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嫁到彭家。哇，怎么这么吵？
大小姐，经理，你们不是已经？大小姐，经理，我没有啊。大姐，你猜的没错，我跟旭仔，我已经是他的人了。没有啊！你们说什么？庞公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哼，你们当然不想看到我们了，但是我看到你们昨天的神情已经猜到一点问题了，所以就跟踪你们来到这里。只是没想到事情原来是这样的。庞公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们彭家绝不会娶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做儿媳妇儿。这门婚事就这么算了，我们要退婚。爸爸，我们走。彭公，